好，15条，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王老师有2句话：掌握全局，把握重点，记下来哦。掌握全局，把握重点。很多人呢，很会抓重点，但没有掌握全局。很多人掌握了全局，但抓不到重点，是不是？对。我们在很多对人对事上，就是这8个字已经讲完了。好。这8个字你可以应用到各个层面。王老师的心得精粹。然后你看这个学而不思则罔，罔是什么？罔就是看罔是什么？渔网撒下去，啊，他掌握全局了。那重点在哪里？所以呢，你一个人学，只是像个网一样的学，然后没有去指定静安虑得，没有去反刍，没有去消化，没有去温故而知新。我们讲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故而知，以前没有感动的地方，回来看，哇，当初为什么没有进入感动？我是怎么被妄心头脑给带走的，而没有进入广动，可以为师矣。为什么？因为他开始有系统性的去反省自己过去没有在感动的时候的那一些片刻，以至于他可以修正自己，以至于他可以知道他的学生哪时候不在感动中，所以可以当老师。所以你一个人学没有经过反刍，就像一个网撒下去，你没有去温故知新，你就像一个网，你掌握了全局，但你没有重点，所以则罔，了解吗？思而不学则殆。你整天呢想要把握重点，我们思考的一个基本的本质是什么？我怎么样得到这个人脉？我怎么样得到这个客户？目标指向的思，对吧？他想要把握重点，但你没有学，没有广泛的去在感动中去撒那个网。殆是什么？继续不下去，叫殆。这个歹念的歹，禅歹这是什么？一个人呢，这个什么死了，靠在某个地方歹，就是他是死的。所以思而不学则殆。这个思就是我们刚刚讲，你一直想要达到一个目标，但你没有去执心行，那你就继续不下去，就砍就了，就没了。所以你看，从王老师的这8个字，你就可以很容易掌握《论语》的很多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做一个动作，我们这一个第2为政，第2我们都要去牵涉到为政。你当一个家里的家长，你当一个公司的主管、老板，你当一个大的组织的领导人一样，你要掌握全局，把握重点，对吧？这就是这个15。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斯害也己。”攻乎异端，什么叫攻？攻读专攻。攻是什么？进攻，是吧？对一个目标一直不断的推进，叫攻。你对于异端一直专心的去推进它，斯害也已。也已这斯害也已，这是一个感叹词。斯害这就是对你人生的祸害。攻乎异端，什么叫异端？凡自学之道的，统称异端。宗教所谓的异教徒、异端，什么异端？什么异端？就是这个我们拿到我们天然所学来讲，就是你一个人透过执心行的自学成德成道之路的这一个主要的道路，只要把你带偏离这个主要道路了，统称异端。例如跟你说，哎呀，你来拜我们这个财神庙，你就会中乐透对，大家都知道中乐透1年内全统统吐回去，然后又更惨，因为他没有管理金钱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以前讲你把那个混沌凿开7窍，凿开7窍，他开始是追逐美女帅哥6块肌，然后去追逐声光去追逐欲望的快感，
哇，我的庄园多大，仆人多少，这种声色犬马，你开始偏离一个自学之道的这一些把混沌着窍的啊，所以很多人说老子反智，老子不是反智，老子反异端，老子反把一个混沌，一个本来天然的一个孩子，你给他开窍。对于老子而言，开窍就是智的意思，智慧的意思，所以他反智。这个也后面也有人讲，那个人说啊，孔子也是反智的。他说：“民不可使智之。”他说：“哎，你是说那个孔子说不能让人民有智慧？错，这跟老子的反智是同样的意思，不能随便给他开窍，让他进入异端。”让他偏离自我成长的生命之道，让他偏离自学之道，而去追逐声色犬马、快感，这都是异端。所以有个人跟你讲，从小你爸如果给你教育，或者你老师跟你啊，你就是要当精英，哎呀，你就是要很会赚钱，这个就是异端。啊，我是医生啊，你儿子女儿也要当医生，这就是异端。施害也已啊，就害呀，不是吗？会汝知之乎？啊，我来跟你讲一件事情，来教导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句是《论语》里面算是大家传得很广的哈。所以我们《论语》一直在用反推法。所以孔子讲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子路啊，喜欢讲大话，就是不知道他乱吹一通啦。啊，例如说，哎呀，我跟朋友我什么轻裘车马，我这个很轻的裘，以前的那个毛衣都很重啊，对不对？为了御寒，对不对？它是轻裘就用那什么貂的毛啦，什么的毛，所以很轻，对不对？好，车马都可以，哇，它就是什么，很像那个《水浒传》里面那些什么啊，什么那个鲁智深啊，就喝醉酒会讲大话的那一种，一样的，一次喝好几斤那一种啊，喝酒醉就开始讲大话。其实你不用看子路啦，你看那些喝醉酒的人，差不多你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啊，就大话连篇啊，扯东扯西啊。所以孔子跟子路讲：“哎呀，我跟你讲一件事啊，你要记得。”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是真正的知道。所以你就可以反推这个子路应该很爱喝酒。对啊，没有，我是怎样？我是没有喝酒的话，我没有办法讲话。但是我喝酒醉讲的话，所有人都知道我一定做的，对吧？是不是？我是不心虚啊，看你们觉不觉得我心虚而已啊。好，18，子张。学甘露，甘露是什么？甘露就是甘就是干嘛，露就是什么？因为官位而有的俸禄。子曰：怎么当官呢？怎么当官？然后呢，有可以过好的生活呢？多闻缺仪，慎言其语，则寡尤；多见缺殆，慎行其语，则寡悔。言寡尤，心寡悔，路在其中矣。他其实这个他在讲的当官，你要怎么当官啊？哇，你的这个某甲跟你讲某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当官我会听到很多耳边风啊。你听了没有去怀疑啊？所以呢，你要讲你确定的，不要人家跟你刮耳边风你就动摇了。像我以前我团队都会说，每次沟通2个主管之间，黄医师说，每个人都黄医师说，然后我都不知道我哪时候说的多闻缺仪啊，慎言其语，慎言其语，你听到了那么多，要去怀疑啊，不要每个人跟你讲了，你都是耳根子清啊，什么都听啊，然后慎言，你听到了以后要谨慎的讲你那些确定的，则寡尤，尤是什么？就是错误的意思。多见缺殆，慎行其语，则寡悔。哇，你看到很多很多的事啊，
哦，你要去看到哪一些是为什么推动不了，胎死腹中，很多原因啊，很多是为了胎死腹中，做的人没有决心，然后外面的条件不配合，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他就胎死腹中了，就推动不下去了。所以对于你这种推动不下去的政事，政治的政，你呢去了解为什么，然后你可以回馈到我在行这些政事的时候，如何避免这些干扰。然后呢，那些可以避免干扰，你再去做，你就不会后悔。那人常常就是我说我要做这件事你也承诺上面说我做得到。例如说，以前黄河治水，讲大话是要砍头的，治不了那死很多人，那砍头的。以前那个将军，例如说伐匈奴或者什么，你站出来，你就是个赌注你打赢了升官加爵，打输了就是献上人头。所以他意思是说，你的言跟你的行，你的言呢，不要人家跟你讲什么你就讲；你的行呢，不是说人家叫你做你就做，你要有一个在言上面你要去怀疑、去过滤，在行的部分呢，你要去看那些推动不了的事情，你就不会犯错误，你就不会后悔一旦你的言语减少错误，一旦你的行为减少悔恨路在其中，那你当官就会有官路了。所以你看孔子也是一个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现实的。19，哀公闻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错，我们讲这个错字，锉刀，错是什么？两个金属互相的摩擦，叫做错。代表什么？错，改错。这样的动作是在怎么样？你错了，错，认错，错是什么？你想想看，两个金属在那边互磨，什么状况的两个金属互磨？吵架，对吵架就是两个人都像把刀一样砍来砍去，磨来磨去很厉害的就是用砍的然后在那边噎来噎去就是错对，用言语在那边挑衅就是错这个错是什么意思？这个很形象的一个字就是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动词。举直就是选贤与能，有人说选贤举能，那个与就是举，与下面再一个这个嘛。举直就是什么？把直的人推举起来，有直心型的人推举起来。错诸枉是什么？把那一些枉是什么？树木长歪的就叫枉。看那个枉字什么？树是往上长它怎么往横的呢？对，往横的长，那就长歪的长歪的要怎么样？要把它用锉刀把它砍掉。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所以意思是什么？把贤能显贤举能，就是举直；错诸枉就是什么？把贪官、污官给砍掉，则民服，对吧？举枉错诸直你把那些贪官什么就把它推举起来。对于那些正直的、直心型的人士呢，反而把它砍掉，则民不服。这个在专制时代、民主时代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哀公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我下面的人，反正大家反推就对，他常常觉得人民不服啦，都要造反了啦，所以他当然问孔子我怎么样让我的人民能够服从？他就这么干的。对，他说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举枉错诸直所以民不服他没有直接讲，他说先讲正面，后面再给他一巴掌你就是举枉错诸直孔子也是很有言语的艺术季康子问这接下来这个我们这些你看到从前面到这里到17，
孟义子、孟武伯哦，这两个呢是在问孝哦。你从17以后18是学做官，19以后19、20，他就是什么当权者啦。季康子问，哦，季康子也是一个当权者，使民尽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季康子问啊，如何使人民敬？他在讲敬是什么？当然是敬他啊，忠他，劝什么？劝这个字哈，我们那个官啊，官欢的这个字，然后劝是立，官是剑，欢是一个欠字，欠就是两个手叠在一起叫欠。你一个手朝上就已经很惨了，两个手都朝上，两只手都要朝上，叫欠。欠缺的欠就两个手都手心向上，哎呀，给我啊，这叫欠，两只手叠着。然后呢，这个劝的力，怎么样让你的人民愿意怎么样贡献他的力量？叫劝，我劝你。我们英文叫 I advise you， 对不对？但是这个 advice 的强度跟劝不一样，劝就是真的你服，弄到你完全服了，叫劝。怎么做到呢？孔子又在讽刺他了。你对待他们要庄，庄你从这个字什么？它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壮，一个草长得很茂密的样子就叫庄。了解吗？这是个会意字，就什么？你要对你这些人民，把它当作长得很好茂密的草啊，你不要把它当一个什么韭菜割啊，你要把它当一个长得茂密的草，不是当韭菜来割。临之以庄则敬，人民自然就会敬重你。孝慈则忠，你对你自己的父母孝。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慈，人民看到了自然就会对你忠心，不是用力量、用刑法、用控制，是你以身作则，人民自然会对你忠心。所以又在讽刺了，你这个人就是不孝慈啊，你这个人就是把人民当韭菜割啊。举善则教，不能则劝，你把善良的人推举出来，把不能的人教化，让他走上真正的自学之路，那你不用劝人民，人民也自动会走上这条路，叫劝。所以孔子这段话通篇没有教他怎么去控制人民，而是他自己做到以后，人民就自然会敬他、忠他、劝他、劝于他。所以你看，我们通篇讲到这里，你就知道每一个问的人他问题在哪里。所以孔子每次都是对准他的要害，但是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拐个弯骂他，但是又不让他觉得他被骂。这是孔子的言语的艺术。21，或曰孔子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啊，你怎么不去当官啊？子曰：书云，孝乎为孝，有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很简单，我们这一段话，我们已经解释过。什么叫解释过？政治是为治学服务的嘛。当你这个人可以尽孝道，可以有兄弟，然后呢，施于有政。这个政我们讲过，记录正衡，对不对？阶段用手去把一件事有步骤的好好做完，就是正。你对爸爸妈妈有阶段的从小时候到你老到爸爸妈妈过世，有阶段有步骤的把它做完，这就叫正。我们之前都解释过了。对于孔子而言，当不当官不重要，
我能不能在这个治学之道上，我对父母的孝，对我子女的慈，对我兄弟的友，我是不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每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做得好好的？这就是正。当然，所以后面2句，那你说这个是为正还是不是为正呢？这个或无为就是没有知道是谁啊。有人说你讲了这么多什么为政之道什么什么，你自己怎么不去当官？2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逆，小车无误，其何以行之哉？这个逆跟误都是车轮的中央。大的车轮比较大，所以它那个车轮的那个轴承要比较粗。小车呢比较小，它的那个轴承要比较细。就说你这个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啊！你这个人没有话讲出来，人言为信，你话讲出来不实际，乱讲一通，没有诚信可言，那不知其可，那也不知道你可以怎么样呢？对啊，我们一般人像我的要求很严格，你跟我言而无信，你的距离又离我远一点，你那个3次你可能就远离我的生活世界，因为我不想花力气跟你们斗来斗去。你那边是有什么我需要的吗？我要跟你浪费力气。很多人选择诚实，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到我们这个年纪，就是不想太累了。我还记住我的谎言，记住谎言还要编下个谎言，活得那么累干嘛？但很多人他有那个力气啊，是不是？他觉得他的头脑很好用啊，然后用多了就老人痴呆了。那你就知道李登辉为什么老人痴呆了，就用太多啊，没有错啊，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这在我们龙虾叫做没有 compact， 没有压缩，一个叠一个，一个叠一个，这个对话记录一个叠到最后烧掉了，脑袋烧掉了。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不得老人痴呆症？因为呢，他很诚实。所以他没有消耗太多的脑袋的 CPU 跟 GPU， 他就不会老人痴呆。大家想是不是有这个道理？你想想看，我以前这个女生我好喜欢，编了一个谎言再一个谎言，很累呢，真的很累呢。那你就要佩服那些海王、海后，或是那些那个 broker 中介诈骗。这以后都是老人痴呆的候选人。所以这个大车无逆，小车无误，什么意思呢？你在人世间像车轮一样行走，你要有一个中心的一个原则啊。这个中心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信。车轮有车轴嘛，这个车轴呢，就是你的信。你这个车轴不在正中央，往下偏一点，那个车轮就好像在那什么 kiko 一样，你怎么走得好呢？这个比喻也很生动。其何以行哉？那怎么走人生之道？怎么走治学之道呢？子张问：十事可知也？子曰：因于下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冀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讲这句话语气很大，他说百世可知也。人家说10世，一世就是30年，百世30，对，60年是一甲子，一世是30年。这300年以后，你知道吗？孔子说这个商朝。商呢，因于下礼，礼就是夏朝的礼制，祭天然后呢，治理作乐，其损益可知也。
夏跟商的差别在哪？夏是开始农耕，商是开始部落跟部落之间经商。因为什么？种的东西要卖出去啦，所以要人经商 trading。然后呢，商周因于商礼，周因于殷礼啊。这个周朝呢，因为商朝灭亡以后，学习他们的教训，所损益啊，他应该改的错，应该增加的，可知也。啊，解到这个夏商周，夏是农耕，商是商人。我们讲过，商就是锵，那个商就是一个礼器的一个金属的那个锵，那个我们有那个商钟啊，那个钟啊，工商角徵羽的商，金属的声音商啊，五音工商角徵羽，商锵锵这个商的交易的时候锵，我们现在这个拍卖还是要那种击锤或是敲钟，有人请那个啤酒锵锵锵锵，就是庆祝交易 deal 成交啊。一个是农业社会，一个是商业社会，然后呢，最后进到周。周是什么？周是什么？周文王、周武王开启的一个天然守学、自学之道，一个人成德、成道的路。所以人经历什么？我们人生的早期像农耕一样，就是没有出社会以前，出社会以后就是商，开始交换啊，开始为了利益折冲啊。那周是什么？人生走过这是前面2个阶段，知道以前那些庸庸碌碌，不如还是好好的走自学之道。所以呢，夏商周把我们周易的6爻变成3个阶段。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是吧？孔子讲50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掌握了这3个步骤、3个阶段的演变。拿我自己当例子，刚刚还没有上课以前啊，我说我对赚钱没有兴趣，因为我赚过很多钱啊。我说我第一个，我最需要做，我也最想做的就是讲课。第2个当医生，现在当医生的兴趣也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大概什么鬼病人我都看过，固执的、讲不听的、焦虑的、恐慌的，有的没有的，以前会很有挑战感啊，这已经是第120个了，是不是？啊，赚钱是第3，所以我是进入那个周文的状态，夏也有，商也有了，我进入周文的状态。所以你说孔子讲大话吗？没有，他在讲易经的规则。虽百世可知也，百世就是3000年了，3000年后也是这种周期变化，这叫孔子的周期论。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鬼是什么？鬼就是祖先的意思啊。所以以前鬼这个字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哦。人死曰鬼，人死了都叫鬼。那孔子讲说，不是你的祖先去祭人家，就是你跑去拜阴庙啦，又不是你的祖先，你跑去祭他干嘛？谄也，谄媚啊，必有所求啊。用言语做陷阱给人家跳，叫做谄，对吧？所以你看到以前那个什么大家乐啊，去拜什么阴庙，就是谄也。那你说我去拜我这个祖先，我也不会中大家乐或大乐透，当然不会啊！你祖先怎么会希望你中了一笔钱，然后1年后流落街头呢？你祖先当然不会给你中啊，只有那些阴庙的那些阴灵会让你中了什么？中了以后吸你的精元啊，然后突然就车祸，不然就暴毙了。我今天才在跟一个我的病人讲。他说啊，黄医师那个能武啊，我就想到我以前有老师叫我气动，我说气动你要小心啊，我们能武是要
观察身体，让你的主意识在。很多气动是故意把你主意识拿掉，干嘛？附身啊，附身才是开始有功能了。我们开始谈鬼神，大家就有兴趣了。对，刚才好困哦，比较刺激的。对，喜欢那个《聊斋志异》之类的。我第一个学生，他练能武的时候，我看到从肩膀上面一团黑气跑掉。亨渊记得那个亨泰吗？一团黑气跑掉，为什么跑掉？因为你在观察身体的灵体啊，尤其我要带他，他的灵体没有办法停在他的身上。他以前，我那时候还在马街的时候，他练的时候，嗨，黄医师这个我也会，我说不一样哦，你练练看，哇，一团黑气跑掉。我第一次看到人看到所谓的气啊，以前我在这个练气功龙门单院的时候，就是全真教北宗，哇，有一次我大概练了大概2-3个月，我那时候说，哇，你这个火眼金睛快练成了。我说师父真的吗？他说加油，他就没有再说什么。那我到最后为什么没练成呢？因为练成要百日筑基啊，要守身如玉啊，做不到就破功了，对吧？好，但是也有一些底子。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气啊怎么出来，是我去奥修社区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叫他斌好了，有没有？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奥修社区遇到，我们没有一起约，遇到，然后因为都台湾人嘛，走得很近。有一天他就突然上吐下泻很严重，结果一到呢，哇，那个印度的医院狮子大开口，然后他那时候就英军，我那时候的名字叫英军啊。因为我们回去，我就这个撑着他回他的宿舍，然后那时候有一点气功底子嘛，反正就乱搞。我就看到肚子有一团黑气浮起来跑掉了，然后没多久他就好了，说我现在觉得我好了，我第一次这个算是灵异经验。黑气跑掉了，他说我现在觉得真的好了，也没有吐，也没有拉了。隔天就那边很热嘛，给他一些流质的没有冰过的西瓜什么来就好了，这样。这是我第一次的灵异经验。所以那个气动不能乱练的，尤其让你这样放掉你的主意识你就无意识的咬什么气动，那个要小心啊。你那个师父如果不正的话进去的灵体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见义不为，无庸也。义是什么？义就是中行曰义，就是直心行的意思啦。中行曰义，中间的中，行曰义。义，我们叫义者宜也这个是后面的解释。中行就是中就是直心啊，中行就是直心行啊，都一样的意思。中行曰义，你的直心行该做的时候你不做，无勇也，你这个人没有勇气。所以我们说见义不为，我们比较偏向四件事的一个解释，说你看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它事实上可以精细到每一刻的现在。你当下没有直心行，就是无勇也。为什么无勇？因为我们说进入感动需要勇气啊，对吧？完成感动也需要勇气啊。大家都没有在感动中，你愿意在感动中，需不需要勇气？你要有不从众的勇气啊。然后你完成感动，你要有什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啊。比如说你刚刚讲，我就在想这个认同感的问题啊，就需要得别人认同。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基本人的设定，是不是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嘛，所以它就变成这一块也是好像天生的就有这个需求啊。对，每个人都有只是它表现是不同的变形。这倒有趣了，因为你以前在父权战斗部落之后，各种圈层互相的攻伐征战的过程中，你生存就必须被认可，或要别人认可你，就这2条路而已。
你要不认同一个你觉得真正有实力的老大，或者你长成有实力被人家认同，就这2条路嘛。所以这是基本的那个，有时候生存。对，就我有时候有这种情况发现的时候，我就说奇怪，我为什么有这个设定啊？我又就是会觉得很纳闷。所以后来想想，这应该是基本的设定，不是后天的。就或不是，它应该对，它是在基因层次的，它是基因层次的，因为我们演化就是能够这样的才能够活下来，才能够把基因传下去嘛。所以说有一些都是基本的基因设定。对，没有错。然后这些生存是必要的，而且非常重要。但是等到你生存的需求没有那么高，甚至几乎没有，你又用这个模式，那就是痛苦了。你听得懂吗？就他没有去迈入生活的没落，他没有去迈入一个自学之路，他还在求人家的认可。对他还是在，就像我们讲那些真正你说问我说有钱人感觉什么，他没有那个，他就不知道他活着的意义在哪里了，因为他没有自得之乐啊，他没有自得其乐啊，他忘记他小时候去灌蟋蟀或是抓个泥鳅叮来叮去的快乐啊，他没有进入感动完成感动的快乐，他没有执行型的快乐，他快乐的体验太少啊，叫体验的局限啊，叫做夏虫不可语冰啊，所以他只好待在那里啊，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他不知道他可以在做什么。但每个人小时候都一定都有经历过这种快乐，但是对他忘了，对，所以才说小朋友才是最真实的那个，对啊，反应是最真实，是最执行型的。对啊，所以我们找福同心是首学啊。所以这听到这认同，例如说我们之前讲到比，我们易经有比卦，比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背就是一个不认同的过程，比较，就两个，对吧？比就是我们讲跟随认同，较是什么？两个车交错，就交错不好就撞车了。黄子刚讲有酒，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事，就是你刚说有一个人开 party，你要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他可能到最后可能觉得很烦、很厌恶。那其实如果他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已经接近可以就解脱这件事情了，因为他已经开始厌烦了，这不就是也算是用开 party 得到一种开悟的途径？没有错啊，所以奥修那时候为什么很多有钱人当他的门徒，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这些有钱人都太无聊了。但是他的问题是，我再问一次，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开那么多 party， 你都不会悟到。就是你不需要极致，所以像他不上不下，你没有那么有钱，你都没办法悟到。对，所以我完全赞同啊，我完全赞同啊，完全赞同啊！你没有去经历过，你怎么能够放下屠刀呢？你没有那么有钱，你怎么知道有钱的感觉？没有错，就永远在追逐要赚。没有错，所以人是这样，有的人他生而知之，生而知之是什么？他过去是这些什么都经历过啦，所以他自然会很好稳稳的走上自学之道，叫生而知。有学而知之，就是开100场 party 他就知道了；有困而知之，他开10000场 party 他才知道，对吧？孔子也讲，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有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对吧？孔子讲一样，你要在外面绕多少圈，那就看你在这个人世中地球虽然是个试炼场，是个战场，一个游戏打久了你也会腻啊，对嘛？要换游戏啊。像自从我龙虾以后，我那个丧尸狂潮我都没有再玩过啦，已经1个月了。丧尸狂潮。对啊，我已经1个月没有玩丧尸狂潮了。对。那所以生而知之其实是最高，我不能讲最高等级，就是说它是最自然的。但是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后天我们在小时候的那些种种设定或等等的，造成我们要用学而知之或其他。那如果一个小朋友一开始培养的，就这样不是那样培养，或者他的小朋友的那个学习的这个过程，或他生长过程，如果是按直心型的路子去走的话，他其实可能就是生而知之了嘛。
有没有可能？就他原本没有走自学，可能要办100万次 party， 走上自学可能只要办10场 party。可是还是要对，也是要办一下 party， 因为你刚刚讲有可能是上辈子的那个，也是要办一下 party。对啊，他说，因为我刚刚讲他有的是有上辈子的记忆啊，或上辈子的一些那个他的经验值还在啊。对，就生而知之大概很少啦，我就不是啦。然后那个学而知之是什么？如果说学而知比较那个不用办那么多场，只有2种状况，就是老灵魂，他以前已经办100万次了。再加一次，或者刚来地球的，不知道怎么办 party 的，不是状况。对，就这2种而已，没有说什么因为谁而特别怎么样，都是这样。这基本上这是很客观的这个参数跟公式，这个没有跟因谁而异的，就是学而知之的初期，就要不是办了100万场，然后投胎，要不就是办了10场。这是刚来不久的。